为什么发力总不集中？为什么球速没有别人快？想要发力通透，需要内旋发力。为什么总切球打不正拍面？为什么挥拍总挥不成一条直线？想要击球精准，不能内旋发力。那么到底需不需要内旋发力？本期我们学这个后场通透发力，首先要学会手臂力传导。手臂前挥击球时到底有没有内旋？力量发不出去的原因是啥？随手的甩动发力却很通透。一个视频让你拥有100%手臂力传导 ，Let's go！ 视频中球拍是胜利昆仑700，球拍颜值很高，中感易驱动，高眼球，借力好，让力传导更加轻松。羽毛球发力通透的基础是挥拍轨迹始终在一条直线上。为什么会出现绕头式挥拍呢？因为握拍错误。当我们手臂伸直时，拍杆应尽量与小臂保持一条直线，而不是折线。握拍时要注意，在手腕竖直时，尽量让拍杆与小臂一条直线。此时由后向前的挥拍轨迹才是直线，才能保证击球时力量是向前发的。注意，当食指跟顶在正髋面时的握拍叫苍蝇拍握法，向前挥拍时手腕会被卡住，大发力挥拍时手腕无法卸力，易导致手腕受伤。正确的握拍方式，需食指顶在斜棱处，此时拍面状态将与小臂状态一致，小臂内侧朝向决定了拍面朝向。想要挥正拍面，就一定伴随着小臂向内旋转90度。于是你开始这样练习。你这样练是没用的，不信你打球试试，试就试试。我们已经瞄准了呀。如果击球时我们把小臂手腕锁成一个整体，就会出现打不准球的情况。虽然球拍挥到上方时是正的，但击球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点。羽毛球发力整体是一个力传导过程，只有在上挥小臂时，手腕保持原状，才能将小臂力量完全传导至手腕。虽然挥拍过程是一个整体，但小臂上挥与手指手腕绷紧击球是2个独立的部分。明白这点后，小臂上挥同时，只有小臂自己内旋，手指手腕依然放松。会出现一个掌心朝上的状态，然后借助小臂力量，手指握紧，带动手腕前挥击球。切记，小臂上挥时内旋是为了转正拍面，但小臂上挥与最后挥拍击球是2个部分。小臂上挥结束，手指手腕才绷紧挥拍击球。切记，羽毛球发力是一个传导带动性的边甩发力。练习时注意，挥拍是由小臂上挥带动手指手腕绷紧击球的。内旋不发生在击球过程中，只发生在小臂上挥过程中。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依然会出现力量发不出去的情况呢？明明身体很用力，在挥拍拍面也是正的，为什么感觉打不出去？为什么感觉别人随手一甩发力通透呢？我们想象一下自己扔球，扔球的出球点在这里，球出手后，我们胳膊会继续向前甩出，保证力量完全发透。如果胳膊在球出手后停止，会影响力量传出。击球时想将力量发出，拍头一定要超过击球时小臂所在平面。击球时小臂前挥速度超过拍头或等于拍头，都无法将力量发出。我们需要理解，力传导不是在击球后停止，架拍时右手位置，击球时右手位置，击球后右手位置。击球点更像是一个分割线，将击球前力传导与击球后力传导分为2部分。击球前力传导决定了身体力量能否传到球拍，击球后力传导决定了击球力量能否彻底发出。我们再来看抽球，击球时球拍在这里，力传导想充分拍头，需要继续前挥，将注意力放在扬击球后的球拍轨迹上。如果碰到球拍，也停止前挥。那怎样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呢？首先，手腕千万不要绷紧，手腕提前绷紧会导致小臂上挥力量中断，球拍再怎么挥也超不过小臂。正确的击球过程是由手指握紧，带动手腕挥出完成的。啥意思？首先，我们在正确握拍下，将球拍搭在球网上，后2指向手心方向发力握。
与此同时，食指根向相反方向蹬动拍柄，球拍搭在球网上时，手腕完全放松，手指握紧指，后两指与食指根同时向相反方向发力，从而带动放松的手腕前挥。手指握紧，带动手腕前挥，千万不要手指抓紧后用手腕主动前压，会受伤，会很痛。所以完全正确的练习应该是小臂上挥结束，力量传到手指手腕后，手指握紧，使手腕前压，击球时的力量完全传导至拍头。此时小臂应处于放松状态，正确握拍下，手指握紧后，手腕会被制动，力量卡住后前挥的惯性会带动小臂向下，但只有大臂保持制动，才能更好的甩出小臂与拍头。大臂制动后，前挥的惯性会带动小臂自然产生后续内旋卸力挥出。大臂没制动，大臂有制动，所以有在手臂力传导中小臂一定会内旋180度的说法。但我们一定要明白，小臂上挥与手指手腕握紧击球与击球后小臂甩出，此过程虽然是一个整体，但也是相互独立的。实现的前提是手腕一定要讲解击球时不要内旋的教练强调了力传导是一次必经的特性，手腕不可僵硬，将小臂上挥与手指手腕连在一起。讲解击球需要内旋的教练是强调正确握拍与集中发力与协力的技巧。我们只有真正明白其核心，才能更快进步。下期见。